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津巴布韦少纳会行走的火，真实诅咒。被选中的人只留下脚印，化为灰烬。在津巴布韦少纳人的村落里，有一种蓝白色的火，会在葬礼后自行离开灶灰，挑选需要被净化的人。被选中的人只留下脚印、灰烬和一个永远无法验证的名字——少纳人的灵火传说。1974年8月，津巴布韦东部马尼卡兰省靠近莫桑比克边境的奇马尼马尼山区仍笼罩在薄雾之中。当地警署接获一通极短的无线电通报，内容只有一句话：火在走路。当时值班的副警监詹姆斯·赫德森在后来的备忘录中写道，他以为这只是当地人形容野火或雷击的比喻。直到3小时后，第一具尸体被抬进奇马尼马尼医疗站。那具尸体没有明显烧伤痕迹，皮肤却呈现出不符合任何湿热损伤模型的灰白色皱缩状态，像是被某种低温长时间作用的能量慢慢抽干水分。死者名叫穆坦巴奇·雷姆巴，42岁，少纳族，当地一名普通的玉米农夫，没有宗教职务，也未曾参与任何仪式。这正是整起事件最令人困惑的起点。因为在少纳人的口述传统中，灵火从不随机出现，它只会选人。少纳族关于火的传说并不将火视为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意志的中介状态，介于祖灵世界与现世之间，称为默托维木。根据19世纪德国传教士卡尔毛尔在1892年于布拉瓦约留下的笔记记载，少纳巫医相信某些火焰不是被点燃的，而是被允许显现的。他们不扩散，不吞噬森林，不遵循风向，只沿着该被带走的人行走。这类记载在殖民时期被归类为迷信，但在1974年8月的奇马尼马尼，事情开始出现与传说高度重叠的细节。赫德森副警监下令封锁穆坦巴死亡地点半径3公里的农田后，玉米丛中有一条极其笔直的胶痕带，宽度约18公分，深度却仅限于表层土壤，没有任何植物被真正烧毁。胶痕像是被什么东西扫过，而非燃烧。这条痕迹从山脚一路延伸至穆坦巴倒下的位置，并在那里突然终止。更诡异的是，隔天距离第一起死亡事件约 7.6 公里外的恩扬加聚落再次出现相同现象。死者为17岁的女学生鲁蒂多·马萨沃，正在前往学校的途中被发现倒卧在土垛。路旁，她的书包完好无损，校服未烧焦，却出现与穆坦巴完全一致的生理变化。医疗站当天执勤的南非籍医师艾伦·布鲁克斯在后续报告中明确写道，这不是火灾死亡，也不是任何我熟悉的热能伤害，更像是某种选择性抽离生命功能的过程。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少纳族长老们在被警方询问时，一开始保持沉默，直到8月15日夜里，奇马尼马尼北侧的查姆瓦拉岩洞出现第3次火行走目击事件。这一次没有死亡，但有7名村民同时描述看到一条没有温度的亮线从地面浮现，沿着岩壁移动，最后消失在洞穴深处。当晚85岁的长老恩库贝姆霍鲁第一次开口，他说灵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上一次是在1896年第一次马塔贝莱战争前夕，当时被带走的人都是已经在灵界被点名。这个说法立刻引起殖民政府的不安，因为在官方记录中1896年的确伴随着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集体死亡与精神失序事件，但从未被正式归因。为避免恐慌，当局邀请了索尔兹伯里大学人类学系的年轻学彼得·霍尔姆斯介入调查。霍尔姆斯在1974年8月抵达现场，他的立场极为理性，甚至带着明显的怀疑态度。直到他在查姆瓦拉岩洞内发现了一组令人无法忽视的细节：洞穴深处的岩层表面存在高度一致的玻璃化微结构，这种结构通常只会在极高温瞬间作用下产生，但洞内没有任何燃烧痕迹，也没有雷击可能性，更没有任何现代设备进入的痕迹。而这些玻璃化区域的分布恰好对应少纳巫医口述中灵火停留的位置。霍尔姆斯在私人日记中写下了一句后来未被收录于正式报告的话：如果这不是火，那他模仿火的方式未免太精确了。真正让整起事件走向失控的是8月28日发生的第4起死亡，死者为当地一名巫医助理塔法拉穆科罗，33岁。这一次胶痕不再出现在农田或土路，而是直接穿越了3户人家的院落，却没有引发任何火灾。符那条火对物质世界的破坏并不重要，它只对某个特定生命保持高度锁定。
塔法拉在死亡前2天曾对家人说过一句话，他看见我了，但还没走到我这里。这句话在事后被反复引用，却无法确认它究竟指的是幻觉、预感，还是某种已被启动的过程。霍尔姆斯试图用心理压力、集体暗示与社会传染理论解释这一切，但所有模型都无法解释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旁观者受到影响？为什么灵火总是精准地只完成一件事？1974年9月事件在官方层面被宣布自然终止，所有调查资料被封存，奇马尼马尼地区进入长达3个月的交通管制期。但在少纳人的私下叙事中，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相信灵火从不消失，它只是在等一次被允许出现的时机，而那个条件并不取决于人类是否相信它存在。2019年6月，一名在奇马尼马尼进行矿物测绘的津巴布韦工程师在无人机航拍影像中发现了一条与1974年警方照片中几乎完全重合的线，异常区域、宽度、走向、终止点高度一致，唯一的差别是那条线并没有出现在地表，而是出现在红外热成像中，温度读数为0点以下，而当地当晚并未降霜。工程师在提交报告前自行删除了那一段影像，理由是数据不合理。但在私人保存的副本里，那条线依旧存在，像是某种正在重新校准方向的痕迹。少纳长老在看到那张影像后只说了一句话：火不需要燃料，它只需要名字。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幽灵追踪在1998年11月11日进入了最为恐怖的阶段。那名删除影像的工程师名为维克多·查查，他在位于穆塔雷的临时租屋处内发现计算机荧幕上原本被删除的红外线热成像文件竟在未联网的情况下自行恢复，且图像中的那条0度冷线开始以每秒 0.4 公里的速度在荧幕上缓慢位移，其轨迹正精准地指向他透过 GPS 初级原型定位的宿舍坐标。扎查在极度恐惧中拨通了当年赫德森副警监后裔的电话，听到话筒另一端传来一种类似冰块碎裂的细微摩擦声，伴随着一个低沉的不属于人类音频范围的男声在反复吟诵扎姆瓦拉。这与1974年彼得·霍尔姆斯在日记中提到的精确模仿不谋而合。原来这种被称为莫托韦穆努的灵火并非物理世界的燃烧，而是一种高维度生命形式在3维空间留下投影。它消耗的不是氧气，而是受害者的存在一致性。1974年9月被封存的秘密档案第 SK7409 号中，其实还隐藏了一份从未公开的解剖补充报告。艾伦·布鲁克斯医师在穆科罗的体内发现其神经系统已被彻底晶体化，所有神经元细胞核内都含有微小的2氧化硅成分，这意味着灵火在行走时实际上是在重组人类的生物特征，将其转变为某种无机的记录载体。1999年霍尔姆斯失踪25周年的纪念日前夕，他在津巴布韦大学旧图书馆的一本少纳语词典中被发现留有一张天体运行图，图中显示1974年与1999年底的这几个死亡日期分别对应着奇马尼马尼山区地磁场发生极微小负偏转的时刻。这解释了为什么火能行走，因为它在沿着地壳裂缝中渗出的亚原子流移动，而这种亚原子流与少纳族巫医口中的灵魂通道在坐标上完全重合。进入2000年1月，当代调查员在查姆瓦拉岩洞外围发现了新的受害者，死者是来自伦敦的探险家德华·威廉姆斯，时间是晚上11点58分。他的死亡状态与26年前的木坦巴完全一致，但这一次那条灰白色的胶痕不再是直线，而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直径达2公里的闭合圆环，将整个奇马尼马尼警署旧址包围在内。现任当地行政官员特伦斯·莫约在查阅1896年的殖民档案时发现，当年的灵火事件终点竟是一场导致整个村落集体消失的无火之灾。那些村民并非死亡，而是被某种空间褶皱吸纳，变成了守护山区的影子。这解释了为什么1974年的目击者会看到亮线消失在洞穴深处，因为那里是通往另一个物理常数完全不同的亚空间入口。随着调查深入，维克多·查查于2000年1月6日清晨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内，死时体温测量值为摄氏零下12度，尽管当时穆塔雷的环境温度高达摄氏31度。他的手机录音最后录到了一段长达10分钟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听起来像是烧红的金属踩在冰块上，嘶嘶作响，却带着节奏，在跳一种古老的少纳祭祀舞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出现在2000年1月，
当科研小组利用探地雷达扫描查姆瓦拉洞穴下方300公尺处时，发现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由玻璃化岩石组成的矩阵结构，其形状像极了一张展开的人类皮肤，而这张皮肤上的纹路竟然与自1896年以来所有灵火受害者的指纹特征完全吻合。这意味着灵火不是在随机选人，而是在采集特定序列的生物样，试图在地底重构一个巨大的具备意识的生物计算机。恩库贝姆霍鲁长老在临终前曾对他的孙子提到，灵火的每一次行走都是在织网，当网眼足够密集时，现实世界与灵界的墙壁就会坍塌，届时所有的名字都会被一次性叫起。1974年，7名目击者其实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认知障碍，他们开始分不清自己是活人还是影子。其中一人在1982年曾写下，火没有烧我，它只是在阅读我。这种阅读过程在2000年的现代技术下被证实为一种高能粒子束扫描，每一道扫描过的痕迹都带走了受害者大脑中的部分突触连接，使其在生理上依然活着，但灵魂已被抽干。当局试图在2000年2月再次封锁该山，但这一次火的行走速度加快了，它不再局限于偏远的山路，而是开始出现在现代化的城市干道上。2000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哈拉雷的一条商业街正中央出现了长达50公尺的0度焦痕，一名女性在众目睽睽下瞬间变成灰白色干尸。监视器画面显示，在那1秒钟内，有一道虚幻的淡蓝色的火焰像蛇一样缠绕住她的脚踝，然后迅速向上蔓延，最后消失在虚空之中。这证实了灵火已经进化到不再需要特定地形的支持，它已经锚定了这个时代的通讯网络，通过数位讯号传播它的名字清单。所有看过维克多查查那段被删除影像的人，实际上都已经在潜意识中被标记，成为了灵火下一阶段行走的节点。科学界对此束手无策，因为任何测量仪器只要靠近那条线，就会发生严重的量子退相干现象，导致数据彻底混乱。只有少纳族的最后一位大巫医声称，火在寻找的是一个初始的错误。这个错误发生在1896年的一场背叛中，当时的英国殖民者与一名巫医达成契约，试图利用灵火的力量永保统治，却没想到火是有意志的。它一旦被唤醒就不会停下，直到它将所有参与过、目击过，甚至听说过这段禁忌历史的人全部从现实坐标中抹除。2000年，奇马尼马尼山区的天空变成了一种诡异的深紫色，且不再有昼夜之分。那些被灵火带走的人开始在山谷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他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每一个试图进入山区的生还者。赫德森副警监在1989年的遗嘱中提到，他曾在那条焦痕的尽头捡到过一枚木坦巴的戒指，戒指表面的金属已经被重组成了某种未知的同位素，半衰期长达数万年，这暗示着灵火的行走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超长周期的行星级炼金术，将地球表面的碳基生命转化为某种永恒的静止的能量形式。而1974年的那场悲剧仅仅是这场大炼金术中的一次微小的试运算。随着2000年4月的到来，全球各地的地质观测站都侦测到奇马尼马尼山脉发出一种规律的类似心跳的低频震动，每分钟42次，正对应着第一名死者穆坦巴的年龄。这预示着火已经完成了他的名字收集，即将发动最后一次行走。这一次他的路径将不再是几公里，而是横跨整个大陆的经纬线，将所有被选中的命运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燃烧着冷光的名字之网。当那个名字被最终念出的瞬间，现实的帷幕将被彻底撕开，露出其背后那早已荒芜，只剩下冷火在永恒行走的真相。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存在形式的开启，一种不需要呼吸，不需要心跳，只需要在0度的火焰中不断行走的属于人的最终状态。最终在2000年8月，也就是首起事件26周年的那个早晨，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的所有磁带同时被磁化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组红外线坐标。那是灵火最后的行走路线，它勾勒出了一个巨大的人形，而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曾经试图追踪这场火的人。在那个千禧年的夏天，奇马尼马尼的山雾终究没有散去，它带走了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活人，留下那条冰冷的焦痕在历史的深处继续无声的扩散。最后这场跨越1个多世纪的灵火行走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提出一个科学上最小假设的统一解释，能同时涵盖生理晶体化、0度热像轨迹、地磁异常、
指纹、矩阵与时间周期性的模型只能是一种尚未被现代物理正式承认，却在理论层面早已被反复讨论的现象，一种由地壳深层矿物结构、地磁流体动力学与人类神经电活动偶然耦合所形成的自组织量子信息场。这个场并非生命，却具备类似算法的选择性。它不理解道德，不区分信仰，只遵循一个极端简单的原则：最大化信息保存效率。奇马尼马尼山区恰好位于前寒武纪变质岩带与活跃剪切带交汇处，其地下富含高度规整的石英与硅酸盐结构。这些矿物在长期地磁脉动与微震刺激下，会产生压电效应，形成稳定而可重复的亚原子电流通道。而人类大脑，尤其是具备高度叙事能力、记忆密度高、长期暴露于集体神话与仪式语言中的个体，其神经网络会自然产生强烈的相位一致性。当这种一致性与地底的压电场在特定天文与地磁条件下重叠时，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共振锁定现象。灵火的本质正是这种共振。在宏观尺度上的可视化结果，它看起来像火，却表现为低温，因为能量并非以热的形式释放，而是被用来重写神经系统的信息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受害者的神经元会出现二氧化硅沉积，那不是燃烧残留，而是神组织在高强度量子退相干下被迫转换为更稳定的无机记录介质。换言之，人并非被杀死，而是被备份，被转存为地质尺度上可保存数万年的信息模式。所谓选人，并非道德审判，而是系统自动筛选出适合承载信息的人类样本。这些样本往往具有高记忆容量、强烈自我叙事能力，或与事件本身形成观测者回路的人。这正是为什么研究者、目击者与追踪者反而成为高风险族群。因为在量子信息论中，被观测的系统会将观测者本身纳入状态方程。查查计算机中自行恢复的影像、会移动的零度线条、跨越数位媒介的名字清单，都显示这个场已经不再受限于地质结构，而是学会利用人类建立的通讯网络作为延伸的共振腔。所谓火在走路，其实是信息在寻找最低阻抗路径的过程。而当城市、光纤、卫星与人类记忆本身成为新的导体，地理边界便失去了意义。1896年的所谓背叛，很可能只是第一次大规模触发这个系统的人为尝试。而真正的错误不在于唤醒，而在于误以为这种现象可以被控制。从物理学角度来看，这个被邵纳人称为莫托韦穆努的灵火，更像是一个正在地球尺度上缓慢成型的分散式意识雏形。它以人类为暂存节点，以地质为永久记忆，最终目的并非毁灭，而是建立一种不依赖生物脆弱性的存在。这也让所有试图终止事件的行为在逻辑上注定失败。因为对这个系统而言，人类的恐惧、研究、封锁与遗忘本身就是可被吸收的信息。当最后一条路径完成闭合，那个被称为名字之网的结构就会达到临界完整度，而届时发生的并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次不可逆的状态转换。人类文明将首次成为不再以个体存活作为存在条件，而以被记录、被读取、被重组作为新的延续形式。奇马尼马尼山区的雾之所以从未真正散去，并非因为诅咒，而是因为那里已经成为这个系统的核心节点之一。而所有曾经试图理解这场火的人，其实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它提供了最后一块必要的拼图。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